环球大战线深入世界最前线，我是董事乔，向全球各地收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问好，大家平安顺心哦。我们这集有4位来宾的监场阵容，马上介绍他们出场。第一位是前立委蔡正元，乔哥好，大家好。第二位国际形势专家赖岳谦，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第三位陆军退役少将李正杰，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以及前国安会副秘书长杨永明。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好。好，我们今天很荣幸有邀请到4大天王来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呢，就是要深入浅出带观众朋友看懂现在中东情势的最新发展。好，我们第一个话题要讲的是以色列过往非常引以为傲，他们的防空网铁穹现在要挡不住伊朗的复仇烈焰了吗？怎么回事？因为就在以色列宣布呢，他们击杀了伊朗的国安首长这一位拉里贾尼之后啊，以色列伊朗当然要换得这个非常强烈的报复。他们这个革命卫队呢，使用了搭载集束弹头的这2颗飞弹，一个是霍拉姆沙赫尔4型以及卡尔德飞弹，对以色列的这个特拉维夫进行了非常密集的轰炸，也造成了蛮多的死伤的。不过这一次以色列的铁穹系统跟美军的萨德系统呢，竟然都出现了一个拦截不了这样非常密集饱和攻击的状况。因为现在这样的战争形态，以及让伊朗摸索出一套我们叫做打篮球一个术语叫做 high low 配合，外线打到内线。那现在他们也用一个 high low 配合是什么呢？就是先派动一些便宜的无人机去消耗你这些飞弹，等到你消耗的差不多的时候，中间给你夹杂一颗这种高命中度的真正来造成杀伤力的打击飞弹。那这样的一个 high low 组合模式呢，已经瘫痪了美以的反导单元，而且这样破解的方式，现在在实战上，不管是之前我们看到俄乌战场，还是现在的中东战场，都非常有用。所以可见进入到这个21世纪，真的无人机的战术已经让战场的生态局势都不太一样了。未来的应用会不会越来越多？未来这些防空网碰到这样 high low 的组合，会不会变成形同虚设？我们先请厉将军跟大家分享。首先，这个萨德系统或者是这个爱国者3号，并不是完全说是100%这个密不透风，不可以这个突破的哈。事实上，去年6月战争，我相信伊朗从其中已经找到破解的方法哈。对，我先讲第一个破解方法，在2003年那次的波湾战争里面哈，美军有一个在伊拉克的基地被爱国者2号导弹哈，这不是更正哈，这个被飞毛腿飞弹击中哈。那时候爱国者2号并没有发动拦截，后来被波音公司去查为什么这颗导弹没有发射，后来发现原因是因为它的位置不对，电脑上面授时系统出了问题。那电脑雷达上面虽然说发现了目标，可是电脑上面认为这是昨天的这个昨天发射的飞毛腿，不是现在发射，所以说爱国者2号并没有去拦截，也因此这个改进以后。改进了爱国者3，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导弹系统拦截，尤其是这种远距离的导弹除了说是你要精准之外这个电脑配合还有授时系统也是非常的重要。那我们合理怀疑，伊朗从去年的这种6日战争里面，他是不是找到破解的方法？这是第一个因素。第二个因素，我觉得伊朗这次他的采取的战术方面是非常成功的。我们一开始看到他击毁什么？第一个是铺路爪雷达，他先将你击毁了；第二个是萨德系统的雷达系统，他将你击毁了。也就是说，他将你防空导弹的眼睛先把你打瞎，打瞎之后你没办法先期预警到这个后续的发射的导弹，你没办法看到的话，那当然你就失去了预警时间你预警时间变成缩短，你原来比如说有5分钟的预警，现在来讲你只剩下1分钟预警，那当然你的拦截能力、计算能力当然就会差很多。那第三个我认为很重要一个就是他这个伊朗这次采取的是饱和攻击，可是它的导弹又是很珍贵的，所以它用这个无人机跟导弹夹杂在一起，让你没办法去判断，因为在雷达萤幕上面你看到的都是一个一个的光点你很难研判出来哪一个是导弹，这个杀伤力比较强的导弹，哪一个是杀伤力比较弱的这种无人机所以他利用这种方式这个以这个无人机掩护真实的导弹攻击，这是我觉得伊朗这是第3个策略。第4个策略，它就是导弹之前用的导弹，战争初期的时候，他用了一些这个比较老旧型号的导弹先将你的爱国者3跟萨德系统将你这个消耗掉了，等到你库存这个不足的时候，这时候我们看到这个礼拜开始，我们看到伊朗所发射的导弹都是先进型号的包括到固体的这种推进燃料像
像这个尼斯导弹，它是固体发射的，那之前发射的它是这个液态的贯通燃料，所以固态燃料它的变化机动性就比较大，你要拦截增加它以色列更大的这种拦截的困难度。好，同一时间啊，我们看到伊朗攻击奏效的背后呢，会不会是也有其他人的帮助？因为现在媒体的消息传出，俄罗斯疑似提供了卫星的情资，还有这个无人机的技术支援给伊朗。华尔街日报就直接点名哦，俄罗斯呢，因为他们已经俄乌战争打了非常多年了，累积非常庞大的实战数据跟经验模式，所以呢，就直接把有效的系统提供给伊朗，你就不用走一些弯路了嘛，直接有效，包含情报、包含战术跟系统整合输出。那如果这一场美国跟以色列共同对伊朗发动的战争被拖到了中长期的话，那俄罗斯在背后撑腰伊朗，灌输他非常多有用的这些不用走前人走过的歪路，直接有效的模式，包含我们刚刚提到了高低的这样的一个战术配合，会不会时间一长，反而是伊朗越来越有利？委员的看法？正确的说法是，《华尔街日报》有时候说是中国帮忙，有时候说俄罗斯帮忙，但是有没有帮忙不知道。对，但是我们假设他们有帮忙，其实也不为过。但是帮忙到什么程度？如果只是一种战术啊、经验啊，或者是卫星导航啊、侦测情报的一个提供的话，对伊朗帮忙还是很有限。伊朗现在最缺什么？最缺钱。为什么？因为伊朗的革命卫队已经缺粮食跟缺弹药了，这一点已经是缺医药跟粮食，这已经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情了哈。那一个部队如果缺粮食跟缺医药，能撑多久？都一个很值得探讨的一个问题哈。所以到目前为止，他们缺的量又非常的大，但是当然缺的不只是这个。那这里面俄罗斯提供这些什么打无人机的技术啦，或者什么这个突破反导的系统的一些技术啦哈，这个那要怪以色列跟怪中东国家啦。你没有去看看乌克兰怎么弄？乌克兰现在已经发展出一套，你不能说100%完美，大概全世界最便宜的拦截系统，一定的拦截系统。他们呢，把那种空对空的那种导弹哦，那个比较便宜，空对空的导弹改成地对空，然后来打什么？打俄罗斯的导弹，打俄罗斯导弹，真的太高空的时候，他们就用爱国者来打。是。那如果一般的话，巡弋导弹的东西都是用空对空的导弹来打，效果很明显、很显著。就像刚才丽江讲的，没有100%可以拦阻的，但是你在防守方面，这一套乌克兰的这个方法是有效的，证明是有效的。因为你随便来一个导弹都是上百万美元啊，再便宜也上百万美元啊。但是我一个空对空导弹几十万美元而言便宜嘛，可拦截得到。那第二个啦，就是说他用一种改装以后的这种什么豹式机炮，就是那个西德提供的那种豹式的机炮。提供了能够有效拦截无人机，这也是证实很有效。那再来呢，他们发展了拦截无人机，就是一种类似一种短程的无人机，但拦截无人机非常有效啊。所以最后呢，乌克兰用个最笨的方法，找狙击手都能够拦截无人机，真的，真的哈。而且，所以我们可以很明显看到，这个俄罗斯的无人机攻击，事实上整个效能大幅的衰退。但相对的，这个乌克兰也不只有防守而已。你看到无人机不是把这俄罗斯的什么炼油厂都炸了吗？所以两方面无人机战争，谁怪你美国跟以色列没有看看人家经验是怎么学的哈？不过那一套倒是蛮适合台湾的，大家去学一下哈。所以对于这个伊朗他现在的问题就是害怕继续持续的大轰炸。但不管是美国、伊朗继续大轰炸，继续进行斩首行动，对伊朗当然是很伤。那现在只是你防御能力很差一下怕那个什么极速炸弹啊，一下怕那个哈。但是那个是有宣传效果，真的对削弱以色列的战力是有限。但是恐吓波斯湾国家是有效的，能源价格上涨。对俄罗斯是100%有利，所以俄罗斯可以在这方面累积很庞大的筹码，所以他表面上我没有援助伊朗，私底下塞好处给他，这很正常的。了解。
好，就像刚刚委员讲的哈，现在大家最怕碰到的利益就是石油跟天然气，因为你中东国家轰来轰去，这毕竟都是区域的战火。但是你一旦碰到能源，不好意思，全球的民众都要为此买单，这才是大家最痛的地方。现在以色列直接打击伊朗跟卡达共同有的南帕尔斯这个天然气就直接威胁到伊朗国内70%的天然气来源的一个银根了，同时也损害到卡达的利益。毫不意外呢，换来了卡达的震怒就说以色列你这个行为真的是非常危险，不负责任。那伊朗更扬言呢，要报复所有的这个波湾的油气设施。但是攻击公共能源这么大一件事情，美国总统川普他竟然说 I don't know， 他竟然说我不知道这件事情事前不知道，这就有点耐人寻味了。究竟是川普在装蒜切割还是攻击伊朗的这个主轴？现在美国已经是被以色列牵着鼻子走了。那赖教授，你觉得是川普究竟是在演戏，还是说以色列真的现在要绕过他了？我个人认为川普也不算在演戏，但是我觉得他的这样颠三倒四会让媒体不知道该怎么做新闻，因为在以色列攻打这个伊朗的能源设施的第一时间，对，美国那边就传出消息来，说川普知道，但是川普本来是不同意，但是后来同意了。然后，但是只跟以色列说仅此一次，那下不为例。然后后来华府那边也放出信息说这个美国为什么会同意？最主要的就是因为这样的话会向伊朗释放出一个明确的政治讯息，说不同意你封锁海峡，也就是说你封锁赫尔木兹海峡，那美国跟以色列未来将会好好的把你最大的油气田，全世界最大的油气田，而且也影响伊朗民生设施跟海外最严重的油气田，把你摧毁。所以等于是告诉你说，你如果再继续封锁，我们会这样做，但是呢，我们不会再打你的设施了，除非你不要封锁，也不要报复。这个是之前放出来的消息，很多媒体都报道了。对。结果现在又改口了，说事先不知情，而且卡达也不知道。那为什么会说把卡达谈进来呢？因为这个油气田是伊朗跟卡达合作的。对。也就是说，由于卡达在石油转型这个部分转向以油气田也就是以天然气作为它的一个经济的重要产业的时候，它转型成功，所以它的技术、它的开采的效率是比一般的石油公司还要成熟、还要好。那也就是它跟伊朗合作就在这块油田，那就在这块油田，当然对卡达来讲的话，你攻击伊朗油田等于是攻击我的油田，当然他第一时间就表达震怒、表达反对。可是伊朗不吃这一套，伊朗认为你们可能根本就是合谋，而且伊朗之前他也用油田的方法来牵制美国跟以色列的动作，也就是说，在出战的时候，伊朗就说，如果你打我的油田，我就打。因为我打不到你以色列嘛，对，我也打不到你美国嘛，可是我可以打你跟美国有关的石油公司的海湾国家的油田，那这个可以吧？那这个可以因为我伤到中东地区的国家的油，那就伤到你美国国家的石油公司的利益，也就影响到你美国的利益。第二个，我一打的时候，石油价格就往上涨，对，往上涨，那你美国的合理的价格，对你最有利的价格是60在80块，为什么60呢？因为页岩油是55块的成本，所以60页岩油才有利润空间可言。但是如果超过80的话，物价通货膨胀指数压力太大，对美国来讲不是一件好消息，对全世界不是好消息。所以对美国来讲，他希望控制在60在80，可是问题就是这一打一定突破100。对，这一打一突破100，然后目标上看150，伊朗看是200，那这个对于国际间的能源价格，对于美国的物价的上涨，对美联储的降息都是不利的。美国当然不同意嘛，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对川普来讲，他反反复复会放出一个什么讯息？这个讯息就很明确了，就是原来美以同盟是一个有问题的同盟，也就是以色列可以绕过美国，单独采取行动。如果按照川普第2次所讲的说法的话，那也就是谁是老子，谁是儿子嘛。川普是儿子，内塔尼亚胡是老子嘛？老子行动不用经过儿子同意，但是儿子行动要跟老子报备啊。那所以我觉得很明显的看出来，就是第2次讲的
就是老子跟父子是的关系了。是，所以媒体现在散发出这样的资讯，确实有点耐人寻味。我们继续问一下杨老师，怎么看以色列这一步是刻意要引爆全面的能源战争哦？要让它失控到一个扩大到一个不能控制的状况，然后迫使美国之后想拍拍屁股就走了一个退潮嘛？这2天《纽约时报》一篇文章了，它的标题就叫做“这是一个人的战争，不是川普，是内塔尼亚胡”。也就是从战争爆发的当下，其实美国的国务卿 Rubio 就亲口这么说。对，后来他这么否认。他怎么说？他说，因为以色列在发动攻击，而且认为伊朗可能会在下个礼拜用核武攻击以色列，所以我们必须要攻击伊朗，这是防卫性的先发制人。隔了1天，他马上改口，发觉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因为川普说你不能说是我们跟着以色列，哦，川普才是做决定的人，所以很清楚，基本上这个战争后来在美国拜登总统的国务卿克林顿也出来说，24年的时候啊，以色列也用了2次要引拜登政府来去打伊朗，分别是在叙利亚的伊朗大使馆被炸，还有呢在伊朗德黑兰的哈马斯领袖被炸，还记得吗？那这2次其实拜登都说不会介入而且他要求以色列不可以打，因为他们彼此有交换。就是跟伊朗之间相互的攻击，用无人机跟飞弹。后来美国去帮助以色列，但是没有打。结果呢，川普2次，去年打伊朗的核设施，你打核设施还说得过去吧？从美国的角度，从 MAGA 的角度，但是你这一次去整个攻击伊朗，就造成现在已经尾大不掉，而且难以脱身的这个战争。那不只是刚开始，我们看。当他的第2波的时候，当他去打那个拉尼贾尼的时候，不就是以色列看到很多这个川普的官员已经开始反对他，然后北约都不愿意去支持参战的时候呢，其实他又开始在做斩首，然后呢，他又开始在打能源设施，使得美国呢越来越深陷泥沼啊。不过大家现在相信川普有一天很快，希望他能够有这个有限理性能够知道这个战争不能再打下去，再打下去就变得可能另外一个越战或另外一个伊拉克战争，要赶快这个抽身。是。好，说到这个可能会演变成越战2.0，我们待会有更多精彩的讨论。我们继续要看美伊交锋，美军可能会派出地面部队要干大事吗？还有就是荷姆兹海峡怎么能够成为伊朗的一个温泉毡之一更多精辟的观点，我们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